所有生命体，无论动物还是植物，本质都是通过消耗、攫取其他生命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生存。食物链本身就是一个剥削链，而人类社会也只是生命竞争这一自然法则的高级演化。文明并没有取消夺取，而只是将夺取更加系统化、精细化。统治阶级攫取劳动阶层的劳动成果，本质上和自然界动物争夺猎物一样，是生命最深处的竞争本能。平等、公正，这是人类文明的理想，却并非人类的天性。所有灵长类动物，包括黑猩猩、狒狒，天然形成等级结构。等级能够降低群体冲突成本，让群体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。阶级是文明对等级的结构化管理。阶级的存在不是偶然，而是人类天然的等级天性被文明理性化后的产物。底层人的受压迫，本质是人类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等级秩序的有意维持，保障社会稳定。底层人每天挣扎于生存，缺乏认知资源去理解制度复杂性，无法识别压迫来源，更难形成有效的联合反抗。现代制度，比如工作、时间、媒体消费、娱乐机制，都在刻意制造认知疲惫，使底层人保持疲劳状态，无法有余力去觉醒或反抗。人类的大脑偏好希望而非真相，因为希望带来安慰，而真相带来痛苦。底层阶级宁愿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向上，也不愿承认系统本质上是反对自己的。中产阶级幻想是底层人集体心理安慰剂，你总有一天能成为富人。这种幻想是底层阶级自我催眠的最佳工具。制度正是通过中产阶级幻觉避免阶级觉醒。不确定性会引起焦虑、压力，甚至生理痛苦。底层人宁愿维持现状，即便被压迫，也好过面对不确定的变革。统治阶级有意放大变革风险，制度精妙地强化底层对未知革命的恐惧，使人们主动选择熟悉的压迫，而非陌生的解放。文明制度是一种囚徒困境，任何人想要打破制度，都面临巨大代价。对集体而言，维持现状看似最理性，结果却陷入长期的压迫循环。每个个体都害怕成为第一个革命者，因为个体付出的代价极大，集体收益却极度不确定。统治阶级利用囚徒困境确保阶级秩序稳定，只要社会陷入囚徒困境，就不会有人愿意主动牺牲。底层人群因此陷入无法联合反抗的绝境。人类文明史上的教训从未真正被吸取，因为每一代人只能靠自身经验学习，记忆无法有效传递。每一代底层人都以为自己能改变，最终却重蹈前代人的覆辙。制度利用集体记忆缺陷维持阶级稳定，统治阶级不断制造新的叙事，改写历史记忆，使底层无法传递革命经验，从而永远陷于初始的状态。底层人内化了社会等级叙述，制度不断告诉底层人，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，你被压迫是因为你天生低劣。当底层内化了这样的价值观，阶级压迫便无需暴力，因为底层人自动接受并维护这个系统。制度对自我价值的控制，包括教育、媒体、文化、娱乐，让底层人自觉接受社会等级的合理性，从而永远处于压迫的自愿状态。人类文明永远无法真正自由，因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彻底的不确定性、不安全、无保护。但人类对安全秩序的渴望远超过自由的渴望。文明因此不断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妥协，最终总是牺牲底层人的自由，换取中上层人的安全。制度就是人类对安全的最终回答。阶级压迫的根本原因是大部分人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、尊严，换取制度保障的安全、稳定和秩序。